前情提要：我刚进地铁就被诡异的木偶强迫加入死亡游戏，我侥幸从僵尸嘴里逃生，通过了第一关，但是不小心违反游戏规则后，死亡的红线也绕上了我的脖颈。游戏通道时喧哗，会按违规处理，这位玩家忘了吗？玩偶话音刚落，我的脖子上就出现一根红线，伴随着火辣辣的痛。红线似乎还在收紧，似乎马上就要切开我的脖颈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违规。我脖子上收紧的红线突然停住。你在我播报游戏规则的时候大声喧哗了呀。你可以回看下监控啥的。我说话时，你已经讲完规则，再祝大家好运，这顶多算闲聊天。玩偶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，看来是真的被气到。我脖子上的红线时松时紧，但就是没有切下我的脑袋。好半晌后，我脖子上的灼烧感完全消失了。看来玩偶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，也是在遵守某种规则行事。上一次游戏你说过顺利存活会有奖励，现在却只字未提，我严重怀疑你作为游戏执行者没有严格执行游戏规定，私自吞了玩家的权益。玩偶脸上露出一丝慌乱，又很快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。我最守规则了，如果刚才不是被你打断，我已经公布奖励了。众人听到有奖励，都往前凑了凑。奖励就是回家的机会，不过名额只有一个，你们可以投票决定，但是必须全票通过哦。但凡有一个人不同意，就作废啦。我的目光看向了众人，现在每个人肯定都愿意放弃一切，只为活着离开。但只有一个名额，显然没人觉得轮得到自己。我建议把这个名额给他，他最小。装什么大善人？难道我们就不该活？抓阄！不然就大家一起留在这里。我也赞同抓阄，我也想活着离开。中年男人看向我和那对情侣，我们没吭声，经历了刚才的种种恐怖。这种时候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早日脱险，不会为陌生人牺牲自己。哎，你们这些人太自私了。女高中生从包里掏出纸，做了标记后揉成团，每人抽了一张。最后抽中的是情侣男阿文，他看了看自己的女友，让小婷走吧，我愿意留下来。小婷低下头犹豫了一下，坚决地握住了阿文的手。我不会一个人离开的，说好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一起面对的。最后的名额还是给了初中生。玩偶显然感觉有些无聊，只是用手一指，初中生就消失不见了。第二场游戏正式开始，希望各位玩家顺利在30分钟内杀死隐藏的怪物村民哦。屏幕出现了30分钟倒计时，这次的游戏场地就在地铁里。大家都警惕地看着彼此，想要找到对方身上的异常之处。游戏规则要我们找出怪物，我建议大家先讲一下各自的情况，也许能从语言漏洞中发现线索。就从何小天小姐开始吧，要不你先讲。你们聊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？这关游戏明显要团队合作才能通关，你这么不配合，不会被怪物附体的就是你吧？人心惶惶不安时，随便一句猜疑都很有杀伤力，即使他这句话毫无依据。大家都警惕地看向我，原本站在我身边的女高中生将着身子往边上挪动了几寸。怀疑我是怪物，你怎么不动手呢？你当然不敢，怕自己猜错，不如鼓动其他人动手是吧？如果我是怪物，被杀就成功通关；如果我不是，杀我的也会被抹杀，少掉2个怀疑对象你也不亏。西装男的脸一点点白了下去，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蠢货，没想到事关性命，他也有精明的时候。其他人看他的眼神也变了。那你说能怎么办？你有办法的话就把怪物找出来啊。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出怪物来，否则倒计时结束，所有人都会死。最终，玩家们都大致说了下自己的情况，包括职业身份、家庭信息、今天坐地铁要去哪里等等。但每个人的话都没什么破绽，显然这个怪物也继承了记忆。场面陷入了僵局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绝望。电子屏幕上，倒计时已经走到最后5分钟，游戏进度毫无进展。西装男放弃竭力维持的体面，脸上满是恐惧。他妈的，到底谁是怪物？高中女生小娟颤抖着肩膀哀哀痛哭，情侣也抱在一起。阿文温柔地安慰着女友婷婷。我看了眼旁边的秃顶男，
5分钟之内找不到怪物，我们就要死了，你不怕吗？怕有什么用？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。上一轮还怕得尿裤子，这一轮就能坦然赴死了，你接受得很快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握着匕首的手迅速伸刺向他的心脏，秃顶男人嘴里发出一声怪物般的嘶吼，一把将我打飞出去。秃顶男的脸变得铁青，俨然一副活尸的模样，匕首显然扎得不够深，还不足以杀死他。这是尸毒，所以他在上轮游戏被僵尸的尸毒入侵了吗？变成活尸的秃顶男朝着女高中生咬过去，一旁的情侣男猛地拉了他一把。我挣扎着站起来，只感觉一阵阵晕厥，估计是脑震荡了。倒计时已经只剩下3分钟，快帮忙啊！你想死吗？一旁吓傻的西装男终于回过神来，活尸站了起来，又朝着3人冲了过去。挡在最前面的情侣男被他掐住脖子，提起来就要咬。西装男的匕首狠狠扎在他的后脑勺上，活尸动作一僵，停止了动作。太好了，我们杀死了怪物。啊，阿文！阿文脖子被抓伤的地方，青色的血管蔓延着，他艰难地喘着气。走开！妈的，他也要变活尸了，快杀了他！小娟把婷婷往后扯了扯。倒计时已经到了倒数20秒，大家看着阿文神情复杂，西装男拿着秃头男的刀，想找机会扑过去。你们别过来！阿文把匕首举在身前，大口喘着气。婷婷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阿文猛地把刀扎进了自己的胸膛，倒计时定格在0.01分。灯光一闪，阿文和变成活尸的秃头男都不见了。巨大的玩偶站在屏幕前，好感人哦，我都要哭了，呜呜呜！恭喜玩家成功消灭了怪物，顺利通过第2轮游戏。通关评级 A 级，10分钟后进入下一个游戏。玩偶说完，配合着灯光又消失了。你是怎么猜到秃头男是怪物的？应该也是瞎猜吧？其实很简单，怪物只需要苟到30分钟后就可以胜利，在那之前主动靠近任何玩家是不明智的选择。那首先排除的是你，因为你一开始就想引诱其他玩家自相残杀。第1轮游戏里，他吓尿了裤子，明显心脏承受能力很差，非常的怕死。但是在奖励环节，连女高中生都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，坚持投票。他居然主动提出要把唯一的离开机会让给男孩，这就很反常。应该是怪物怕不小心抽到了，被强迫送走或者暴露身份，就没机会复仇了。那对情侣不反对，也没发表意见，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独自离开，也算是情理之中。那个阿文主动把离开机会让给婷婷，不是更可疑？我也怀疑过，但那种货真价实的恋爱酸臭味，怪物是演不来的。西装男想了想，好像是那么回事，点了点头。随着一阵轻缓的刹车声，列车似乎入站了。呲砰，地铁车厢的门忽然开了，喇叭中突然传来玩偶的声音：恭喜各位玩家存活到现在，列车已到站，各位已布置服务区，充分休息后即可回家。游戏结束了。西装男大步走出车厢，生怕下一秒门就会关上。我略一犹豫，也跟了上去。顺着扶梯走出地铁站后，我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漫长到没有尽头的黑夜，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气温极低，应该有零下几十度。一块指示牌写着服务区1000米。我们放弃回到那个诡异的地铁站，而是朝着服务站的方向走去。众人都是一身夏装，如果不能找个暖和地方取暖，会很快冻死在这里。很快出现了一栋小楼，楼前两侧各摆着一盏路灯，亮黄色的灯在惨白的大雪里显得极为温柔，上面欢迎光临的招牌显得极为醒目。走近后，房子里美食佳酿的味道好像已经飘进了鼻腔。我们快进去吧，里面一定有很多好吃的。这么寒冷黑暗的雪地，有一栋这样温暖的房子太过诱人，反倒像是个甜蜜的陷阱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咬牙跟着3人一起走了进去。房子里面果然暖和。欢迎4位客人光临，请问要点什么菜？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男侍应生走过来，微笑递过菜单。菜单里从山珍海味到街头小吃，品类十分丰富，只是后面价格标着的不是人民币，而是积分。这个积分是什么？用钱可以兑换积分，
兑换比例是1比1万。这么便宜，一份神牛鲜牛排7600积分，折人民币还不到1块钱。我们的宗旨是为客人们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，价格绝对优惠低廉。我要一份惠灵顿牛排，1杯75年的拉菲。我要一份神牛鲜牛排配咸肉汤。就连一直沉浸在悲痛里没怎么说话的婷婷，也耐不住饥饿，点了一碗牛肉面。这位客人，请问您想吃什么？我还不饿，什么都不想吃。我干脆的拒绝。漫天大雪里凭空出现的房子本身就很可疑，这价格低到离谱的菜肴，原料是什么，更是让人有些细思极恐。听了我的话，侍应生脸上的笑容立即阴沉了下来。本店是消费制，进店的每一个客人都必须点单。这位客人，请问您想吃什么？如果再拒绝的话，要么会被赶出去冻死在外面，要么会有更可怕的下场吧。我只能硬着头皮仔细看起菜单，每一样菜看上去都极为可口，但是价格低廉，换以前我会吃个遍，现在我心底却只感觉异常诡异危险。我就要这个。侍应生愣了一下，又恢复了热情的表情。客人，白米饭是这里性价比最低的食物，您确定要点吗？不如我给你推荐几个别的菜，比如这个爆炒鸟鸟。我点的是一碗白米饭，在琳琅满目的菜单上，它被摆在角落不起眼的地方，普通寡淡，没有丝毫点缀，但它的价格却高达90万，折合人民币是900元。确定，我就爱吃白米饭。侍应生的劝阻更坚定了我的想法。侍应生见劝不动我，没再纠缠，飞速在纸上记录。好的，很快就会上菜的。菜很快上好，我独自捧着一碗白米饭，另外3位玩家正埋头享用着盘子里的菜，他们的脸上是无一例外的贴足和贪婪。我肚子确实饿了，我胡乱扒了2口饭，这饭口感跟我之前吃过的饭没有太大区别，顶多有点凉，没有那么新鲜，像是隔夜饭。几口饭下去，我突然抬头看见西装男3人盘子里的食物变了，精心烹饪的美食全部变成了一种腐烂的红肉，不一会儿就飘出了一股恶臭。深褐色的汤汁上飘着数不清的肉色蛆虫，但3个人仿佛丝毫没有察觉，还在不停大快朵颐。我感觉一阵反胃，猛地低下头看面前的碗，还好朴素的白米饭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没有丝毫变化。所以那些菜肴价格便宜，是因为全部是用死掉玩家的血肉做的，红花可能是血肉储藏器，这种肉毫无成本，自然不需要卖高价。而白米饭因为是真正的饭，所以价格反而昂贵。再抬头时，西装男3人趴在桌上已经失去了生机，周围的景象也变了，富丽堂皇的餐厅变成了阴暗的废墟。西西，你怎么不吃了？是饭不合胃口吗？吃饱了，剩下的麻烦帮我打包，我带回去吃。玩偶的眼睛闪着红光。恭喜玩家何小天顺利通过第3关，通关评级 A 级，游戏奖励回家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我只感觉眼前一黑。再睁眼，我站在了一个断头巷里。我习惯性的摸摸口袋，手机不在那里。我走出巷子，才发现这里离家并不远。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打开家门，妈流着泪，正紧张地看着电视。电视里播报着今天的特大新闻：本市地铁发生重大事故，整列车131人，无人幸存。你这孩子怎么电话也关机？可急死妈了，还以为你也在那地铁上呢。你爸爸去现场了，我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叮咚，有人按门铃，门外没人，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纸箱。我打开包装，是一碗米饭和一张黑色卡片。米饭上有一小块凹陷，像是被人挖掉了2口。黑色的卡片写着：玩家何小天，您的下一场游戏在30天后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注：除受邀人意外死亡，否则本次邀请不可拒绝。